大家好，我是苹果妹，今天呢来介绍2022苹果设计大奖游戏类获奖跟被提名的游戏介绍。那游戏种类呢还蛮多的，包含有动作类啊、解谜益智类啊，甚至是疗愈系的游戏都有哦，满足大家所有的胃口。那其中呢，游戏有免费也有付费的，而且有台湾的作品哦。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看看这些游戏吧。首先第一个要介绍的叫做 Townscaper， 是个开发城镇的游戏哦。这款游戏呢，其实是今天7款里面我最喜欢的一款，我等一下会讲为什么。然后今天的游戏呢，我都会放在留言区跟说明栏，所以你们可以直接去点击下载。那大家呢，真的是不要小看这款游戏哦。你看起来它好像很简单，然后很无害，对不对？但是你玩了之后，你会发现它有毒，就是会上瘾。今天呢，我来带大家一步一步了解，它真的不是表面上那么单纯的游戏哦。基本的游戏玩法呢，非常的无脑。一开始呢，就是新增一张地图，它有点像是一张画纸，然后你可以开很多张。接着呢，就点击自己的想要颜色，然后按一下这个画纸呢，就可以直接开始建造了。那建造的方式呢，这个房子的四面八方都可以加盖跟消除。你没有听错，四面八方，也就是说这个房子的上下左右你都可以加盖或者是消除。那如果你点错了的话呢，长按这个房子就可以删除这个地方。那建筑风格呢，偏向欧洲城镇，那看起来真的很像有人就住在里面的样子，因为上面都会有一些会动的小东西啊，像是鸟群，而且你去盖房子或拆房子的时候，这些鸟群它会飞来飞去，加上它的太阳呢可以更改位置或是切换到晚上，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灯亮起来。刚才有讲说这是一款很用心设计而且细节满满的游戏，然后怎么讲呢？首先呢，这个游戏呢每一次新增地图，它的这个画纸，它的 base 上面的格子是完全不一样的。打开格线的选项呢，就可以看到它地表的走向。那不要小看这个地表走向哦，就是方块不一样呢，盖出来的房子形状就会不一样。再来第二个呢，房子搭配组合也会蹦出不同的火花，例如说水上房屋。那水上房屋的盖法呢，就是你先把它盖高，然后开始删除它的地基，甚至删到最后它可以变成一个完全悬空在空中的一个屋子。然后另外呢，它有其他的组合，像是你圈地的话，它会变成绿地啊，或者架高的环形走道。那它的花园呢，也会依照它地势走向出现不同的圈地的方式，就是会有一些拱门跟石头的围墙。那挖空这个玩法呢，除了可以建造悬空的屋子之外，你还可以建造拱门，而且不同高度的拱门还会有不同的装饰，所以真的有太多的组合跟玩法，你永远搞不清楚就是什么样的组合会出现怎样的装饰。所以这样子各种挖空啊、高度还有空间大小搭配，真的很让人惊喜。然后最后呢，要提到这款游戏在 Discord 上面也有社群，然后上面呢定期会举办活动，然后大家就会把自己最引以为傲的建筑贴出来。另外呢，这个游戏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强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直接复制贴上人家已经盖好的建筑，它是一串代码这样子，然后你可以上网去找人家贴出来的代码，然后就可以贴上。那这款游戏呢是一次性买断的游戏，它的价格呢是台币170。第二款游戏呢，让我们来换换心情，要来介绍 Marvel 未来革命。你也想要在游戏当中扮演 Marvel 的英雄吗？那你一定要试试看漫威首款开放游戏 RPG 手游。那这款游戏呢是以漫威多重宇宙下聚合的新地球作为背景，那玩家呢会成为 Omega Fight队员的特工一员。那这个游戏呢，里面已经有10个角色可以选择了，包含美国队长、钢铁人、蜘蛛人、暴风女、黑寡妇、惊奇队长、星爵跟奇异博士。那每个角色呢，各种招式，线上对战一次玩爽爽。那这款 Marvel 未来世界呢，是我今天介绍最硬核的一款游戏哦，它就是一款超级硬派的美式 3D 动画游戏啊，就是其中呢就会有超爽的技能格斗，各种近战、远战、防御或者是长空系的角色呢一应俱全。那在游戏当中呢，其实还蛮多会飞的角色，像是奇异博士啊，或者是钢铁人。那在飞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直接攻击敌人，所以就真的还蛮爽的。不过要提醒一下，如果你之前没有玩过这种 3D 飞行的游戏的话呢，我觉得飞行的部分可能要稍微适应一下这个手势的部分。不过这款游戏的英雄，他的脸跟声音跟电影演员都不一样，不过也还好，反正玩游戏你也不会一直看到脸。我觉得男生应该会还蛮爱这一款游戏的。最后呢，要提到这是一款免费的游戏，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去下载来玩玩看。再来第3款游戏跟上一款也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它的名
名字叫做 Behind the Frame 请听话语。那这是一款台湾出品的游戏哦。那这个游戏呢是故事性的解谜游戏，那它的解谜难度呢可以说是今天介绍里面最低的。那故事呢是在讲述一个年轻的女画家在自己的公寓遭遇了奇怪的事情，那背后调查呢却发现了一段唯美的故事。那过程当中呢必须要利用颜料跟画画来解谜，不过大家非常放心，还蛮简单的。不过总体而言呢算是一个非常轻松可爱的小品，不过中间又带有一些悬疑的成分，然后玩到一半我以为它会变成恐怖片，但是它没有。那最后呢要提到这是一款必须要付费的游戏，它的价格是台币190。再来第4款游戏叫做 Mooncage， 不知道有没有念错，它的中文名字叫做笼中窥梦。那这是一款冒险解谜游戏，那游戏当中呢有个神秘的立方体，那立方体的每一个面呢都会展示截然不同的空间，那每个场景呢都隐藏着意想不到的关联。游戏过程当中呢必须要利用不同面然后不同的角度将2个甚至更多看似没有关系的物品拼凑成影响故事走向的关键。所以游戏当中呢你必须要去寻找有关联性的物品，就是看起来好像很像或者是颜色很像的物品，把它拼凑起来。我觉得这个游戏有的时候真的还蛮难的，因为我一直看提示或者是解答。那看提示的方式呢就是你点到右上角，点进去之后呢他会跟你讲说你游戏几分钟之后才能看解答，就是逼你要脑力激荡这样子。那这个立方体呢其实就是在讲一段故事，大概是在讲一对父子科学家的故事，而且呢仔细看其实是还蛮沉重的。那过程当中呢你就会找到很多照片，而且这些照片呢不是你一次就可以收集完成的。而且我看到网络上面别人的评论呢，听说这个结局会依照你的玩法而改变哦。那这是一款需要付费的游戏，也是一次性买断，那价格是台币170。好的，那接下来第5款游戏我们来介绍一款运动游戏，那它就很像是以前的跳舞机那种感觉。那它的游戏原理呢是利用你手机啊或者是装置的前置镜头，然后侦测你全身的动作。那里面呢有10几款不同的游戏，那依照游戏不同的设计呢，可能有的时候是上半身或者是全身的游戏。那这里面游戏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雷射吧，因为你就要跑来跑去然后躲避雷射的区域。不过雷射这个游戏它是只有1首音乐的，那如果是其他小游戏的话会有不同的音乐可以选择。那这款游戏呢是一款免费的游戏，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去下载来玩玩看，我觉得还蛮好玩的，或者是你也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玩。再来第6款游戏呢叫做请触摸艺术品，英文叫做 Please Touch the Artwork。 它里面呢是由3款益智小游戏所组成的，那每一款小游戏呢都是不同的画廊，那其中的关卡呢它就是以不同的画作作为代表。游戏主要的方式呢是以颜色跟线条所组成的，所以看起来充满艺术性。那其实玩起来呢非常像数独，就是你要去推理。那3个小游戏呢我们一一的来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风格派画廊呢，它是利用线条跟点击颜色的方式来游戏。游戏过程当中呢你要做出跟左边一模一样的画作，当中呢你可能需要画线或者是帮它涂颜料。那涂颜料的方式呢非常特别，就是你点击方块呢只有它的周围才会出现颜色，所以在点击方块之前呢你就要好好思考哪一个颜色要放在前面，哪一个颜色要放在后面。这款游戏玩到后来呢会变超级难，但是好家在它有一些提示可以看，不过它还是很好玩啊。就是这3款小游戏里面呢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再来介绍第2个小游戏叫做布基乌基画廊，那这一款呢是类似迷宫找出口的烧脑小游戏，就是在这个迷宫当中呢你必须点击一个圆点，然后这个圆点就会出发，然后它只会走直线，然后透过迷宫当中呢左转右转的这个颜色方块它会改变方向。那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要填满迷宫当中的中空方块，也就是终点。所以这个游戏其实是要从终点开始推理说它的起点应该要在哪里，然后你要排对这个出发的前后顺序，因为如果你顺序错了的话你可能会堵住出发。这个游戏玩到一半会觉得它很像数独，而且我觉得这个游戏真的要做笔记你才能完成，因为你没办法就是记住全部的顺序。再来第3款小游戏呢叫做纽约市画廊，这是一款非常诗情画意的小游戏就是整个游戏呢其实是一首诗，那每个关卡呢一样也是一个迷宫。那游戏过程呢就很像贪食蛇，那这个贪食蛇的头有一个数字，那这个数字呢就是你要在迷宫当中找到的食物的数量，那你每吃掉一个食物呢它这个数字就会下降。那过程当中呢是没有时间计算或者计分的，所以还好，只是这个迷宫的这个线呢非常的细，所以眼睛有一点花。最后要讲到这款游戏呢它也是需要付费的，价格是台币170。接下
在我们要介绍第7款游戏，它叫做 A Musical Story， 这是一款有获奖的游戏哦。那这个 Musical Story 呢，是一款以70年代为背景的节奏游戏。那每一个章节的开头呢，会有几个节拍小游戏。那基本上呢，就是把同一首歌不同的乐器啊，或者旋律打出来。那关卡呢，到后面会越来越难，而且有的时候真的还蛮难抓的，尤其是比较慢的节奏。那每一个章节呢，成功破关之后，就会有一段故事可以看。那剧情呢，全部都只有音乐跟动画，没有任何的台词或旁白，所以我到现在连主角叫什么名字都还不知道。故事呢，大概是在讲这一位有怀抱着音乐梦的男子呢，在追梦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事情。那他平常呢，只是在一个普通的工厂工作，不过他有玩乐团，然后他跟其他3位成员呢，就在这个故事当中去追梦。那故事整体呢，走一个嬉皮复古风，然后每一关呢都有用心搭配剧情的音乐，所以还蛮不错的，玩起来蛮享受。不过这个游戏步调是偏慢的，然后比较是故事性的游戏，然后它的画风呢也非常的特别，所以如果你很喜欢节拍游戏啊，或者你很享受故事的人的话呢，又或者是你是曾经有怀抱着什么梦想的人呢，也许你可以透过这个游戏找到共鸣哦。那这是一个必须要付费的游戏，价格是台币170元。好啦，以上7款游戏就是我们今天介绍2022年苹果设计大奖里面被提名或者是获奖的游戏，不知道大家还喜不喜欢呢？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游戏哦。那我们今天影片就这边，我是苹果妹，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